我今天吃到的估计是人参乌冬面了。走路半小时，坐地铁1个半小时才到的，路程确实有点夸张。这个店拍摄也不容易，大家凑合看吧。塔贝洛克日本乌冬面第3高分，大阪第1高分。但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日本第1浇头的乌冬面，其他2个都是素面。大家去日本旅游专门跑那么远，不可能去吃个素面吧？这个也是唯一获得过银牌奖的乌冬面，可能只是因为今年分数低，其他2个都没有获得过。比它高0.1分那个好像也不是素面，但我看了下图片，浇头实在太渣了，好像连关东煮都有。下了地铁，完全来到一个超级郊区，好在日本还算安全，路上1个人都没有。实在太夸张了，不是超级美食爱好者，不建议来，实在太麻烦，半天都在折腾。下次2、3月有空去东京的话，也要去探寻一下日本第1和第2的拉面，也很麻烦。有人懂种菜吗？怎么这些菜地也是一小片一小片？我终于快到了，你们远看，人这么多已经在排队了。我来的时候差不多是开店时间，已经进去了一大批人，还算运气好，排到第2批前面，可能工作日天冷人少吧。乌冬面这玩意儿，我吃过东京几家塔贝洛克前100，感觉都不太入味，不爱吃。我来这家店也是因为这家店是1个菜系的大阪第1，还能吃到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很多菜系的第1没那么容易吃到，塔贝洛克榜单总体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我感觉便宜的更有参考价值，因为不太可能充钱。塔贝洛克应该开始是个论坛这种类型的网站，日本那种专业极端爱好者的论坛，跟大众点评还是有区别。大众点评评价分数，中国人应该没人看的。这个鸡蛋还是有细节的，好像不是直接打的丢进去的。我吃的是他推荐的招牌，是拌的。我个人建议你们也别吃汤的。我最后倒那个茶壶进去，巨咸，根本吃不了。可惜有个玻璃挡着。我感觉它这个牛肉的用料应该是很新鲜的和牛，比一般寿喜烧用的和牛还好。这真的不能吃汤的，又是2次加热的，一定要吃拌面。看到了，确实是和牛的雪花，虽然不是很清楚，隔着玻璃。它不是那种提前涮好给你打肉的，是一碗一碗涮的，这个特别关键。如果是懒的这种浇头店的话，很可能给你一大堆一起涮，你点一碗给你一点肉的那种。这个摆盘还挺认真的，主要是太远了，没吃过，不然我下次去肯定要加2到3倍肉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肉。这个天妇罗的外表看着特别业余，颜色、面衣厚度跟贵的比都不对，不过在平价的里颜色算好看的，淡金色。我觉得你们看视频也能看出来，这个乌冬面有点偏软，但是韧劲还不错，不太好咬断。我上次吃的那个塔贝洛克前100，感觉面比这个好，主要我也不太记得了，但是那个不太入味，味道很淡，但是很入味，面条软糯，味道还可以，可能我喜欢更弹一点的，明显比图片那个好吃，就刚才图片那个。
牛肉很好吃，100%是和牛，带奶香味，很新鲜，没有那种不新鲜的牛骚味，入口即化。也不太算完全入口即化，但是很软嫩，和牛的品质是真的还可以，比去吃一个寿喜烧的和牛还好吃。我刚才该点2碗面，1碗分量对我太少，好像不能加，要重新排队。虾很好吃，是那种清爽，很清爽，口感很弹，但是又软嫩的虾。虾的品质新鲜，超级好。这碗乌冬面相当爽，推荐你们来吃。不过就是有点太麻烦了，在日本就是吃个饭实在太麻烦了，不然我还想第2天再吃一次，看看水平是不是真的好。你们看一下，这个面吃2口就见底了，对我来说真的太少了，味道都没尝出来。这面条口感咋说呢？感觉可能是不是有点过于软糯，我感觉是不是有点煮过头了。我总觉得这个乌冬面本身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，说不定是香川那2家面条本身做得好，所以分要稍微高一点。这家反正口味偏淡，但是味道融合度高，挺好吃的。还有个鸡蛋天妇罗，我都有点忘记了，现在来吃吧。就服务员让我放这个酱油吃，我感觉没必要，加的这个酱油还有点咸。我感觉这种鸡蛋天妇罗有点没必要，就是一个溏心蛋还加了面衣，那我还不如直接吃个溏心蛋，这样更不油。就这个鸡蛋品质应该不错，看心就知道了，颜色很漂亮，但是味道上就跟普通的溏心蛋没太多区别。就这家店，我觉得和牛应该是算高级食材，虾就是算挺新鲜的食材。如果交通方便的话，这个店我是愿意2刷的。他让我加这个汤进去，完全吃不了了，巨咸，浪费美食。汤是直接喝不了。评分等级6，4颗星，高级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我是后悔没点2碗，加了这个汤把我咸的头晕。